好了吗？好了，我们快去吃吧。三明治来喽！下这么大雨，一会儿肯定要堵车，我们要早点出门啊。今天的晚饭就后我来洗，你的手受伤了。这么懂事儿啊？对了，晚上看完电影别让干妈请你吃火锅啊，她最近在减肥。我知道，她要穿婚纱。干妈回去了吗？我看一下啊，肯定是干妈。陌生电话。喂，哪位？你好，你是严玲吗？是我。你认识简雷雷吗？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这是什么？不可能，不可能啊！根据道路监控显示，昨晚是由死者本人驾车开往了江边。这是当晚龙会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蕾蕾不可能自杀，她不可能啊，她不可能抛下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什么都挺好，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严老师，你说她快结婚了，她未婚夫是？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我没有，蕾蕾手机上肯定有。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蕾笔记吗？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一定要替我好好的活着，你答应过我的。
这边。小雷子在哪儿？你慢点，慢点。风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长宁，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叔叔，阿姨怎么样啊？好点了。艳莲，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哦，没问题。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蕾蕾之前说过，夏姨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她看到了，她会打回来的。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你这是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大冷天的，好好吃个火锅不香吗？传来这儿是吧？哼！李胖，哎，帮我做个笔录。没空呢，哥，我当联络员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是我回内勤，我又不用出警，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们要报案，我们要报案。是这样，我呢是临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简蕾蕾的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有警官跟我们说简蕾蕾出事了。他呢是我们的贵宾。我来说吧，那个简蕾蕾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我一查呀不得了了，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这么多？怎么了，艳玲？之前蕾蕾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她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师傅，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
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雷雷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涉嫌挪用资金，而且金额巨大。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雷雷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不可能啊！雷雷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你们家属真的一点都不值钱啊？简雷雷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1个多月，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1个多月没有联系。简雷雷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1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小姐还没下班啊？是要走。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好，您放心。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蕾蕾，你走了，我怎么办？琳琳，这餐厅是不是很贵？这是夏意朋友的餐厅。我看装修那么好，结婚，你们才刚认识几个月，会不会太快了？不快，我知道就是这个人了。那种感觉，我怎么跟你说，就是特别懂你，然后发自心底里欣赏你。哎呦，杨老师，可算是见着了。雷雷啊，总跟我提起你，你可是他的偶像啊。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进 ICU 的。夏意说了，这种螃蟹有个学名叫铜柱鼠弱，比水母还毒。美女，哪儿吃的不满意啊？没有，我是来找个人，他经常来您这儿吃饭。说跟您是朋友，夏总是吧？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都是雷雷顶的座。服务员，买单。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可以免费停车的。哦，不用了，谢谢。好。杨老师，可算是见着了。哎，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可以的，您稍等。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 4728K 的车主好吗？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哎，夏意，租车行？
哎，里面请。杨老师，我是之前去闽州的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海上封闭的搜救训练营，出来以后，才看见叔叔，还有那个警察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你和雷雷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1个月以前吧，我们俩大吵了一架，再要50万。你要是不方便，少点也行。还是那个共享币，是吗？咱们之前已经折进去很多钱了，那不能无休无止的往里面投啊。你是说，雷雷已经问你借过好几次钱了？是。刚才小夏给我看了给蕾蕾的转账记录，开始是1万2万，后来就越来越多，5万、8万、10万。你们家是做大生意的，我赚的这3瓜2枣确实入不了你的眼，但你没必要看不起我吧？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是你的态度让我这么想。夏意，我捡来的不靠任何男人生活，你要觉得我看重是你的钱，你现在就给我滚！我和蕾蕾马上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真不是这10万8万的事儿。主要是蕾蕾，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本来我是想趁我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暂时分开，彼此都冷静冷静。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钱借给她。小夏，你给蕾蕾转的那些钱，我和你阿姨一定还给你。不是，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蕾蕾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用过奢侈品？用过。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那他也许是不想让你知道的。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叔叔，您和阿姨都保重身体，吉安顺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给我来电话。谢谢，谢谢。我得回医院了，你阿姨要着急了。杨老师，那我也先走了。夏意，可以聊一下吗？你的手机号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刚才叔叔问过我，公司统一给办的集团套餐，会计给了我这张卡，我就一直用到现在。那你的车呢？公司为了业务方便，在这边给我租了一辆路虎的越野车。蕾蕾喜欢开车出去玩，这你是知道的。这些情况，其实我跟李警官都已经说过了。是吗？哎，李警官你好，我是夏意。对，已经见到蕾蕾家人了，都说清楚了。好，谢谢李警官，再见。杨老师，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要是觉得你现在你能骂我一顿，能让你解解气的话，我可以承受。因为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严玲，警察说已经结案了，明天可以去接蕾蕾了。说就算有犯罪嫌疑，按国家法律规定，嫌疑人已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我决定了，手捧花就选郁金香，到时候你可接住了。
来，您把衣服给我吧。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这衣服我给她换。您这身体还是算了吧，我情绪激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啊。阿姨，交给我吧，我去，你放心。这边。我要再看她一眼，我要再看我闺女一眼。我是严玲。你知道蕾蕾身上有纹身吗？你刚知道吗？她什么时候纹的？蕾蕾她很怕痛，她连打针都怕，她怎么会去纹身呢？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虽然有个纹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还是问过蕾蕾，她说这只是一段有关过去的回忆。可蕾蕾的过去我都知道啊。可你不刚才知道她有个纹身吗？我觉得这是蕾蕾的隐私，她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尊重她。一想到她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今天以自杀结案了。明天早上9点半，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知道了，我一定去。喂，徐老师。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偷了我的小乌龟。我没有。也行了。上次你打我们家浩洋的时候，我就没说什么，你现在怎么还偷上东西了？你这简直就是品质恶劣。你有没有打他？为什么？他说我是大骗子，被别人说自己干妈死了。那他打的没错。你说什么？你们说严家乐偷东西、撒谎，那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没有撒谎。
我们确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家人，刚刚过世了。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说你打得对，你就真觉得自己有理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我今天不打游戏了，交着午夜练习册，在4月份检查。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大概30多岁。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没有啊？哦，谢谢。练习册和检查都写完了。大妈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她偷了别人很多钱又还不上，所以才畏罪自杀的。这谁说的？网上到处都是。干妈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等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那如果她真的做了坏事呢？一会儿我去接叔叔阿姨，你直接去殡仪馆就行。那小乐不去吗？你跟他说了吗？我怕他太伤心了，我没跟他说，还是别让他去了吧。一会儿接吧。嗯。起来，到客厅来。过来。严家乐，你知道我最生气是什么吗？并不是你一时好奇拿了同学的东西，而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你一会儿把乌龟拿去学校还给同学，跟同学好好道歉，然后自己再去找徐老师，主动承认错误。不然等你回来，我再好好找你谈。你不去吗？我今天没空，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叔叔阿姨感觉一夜之间老了好多，还有那夏意，怪可怜的。你最近对小乐好点，多注意一下他的情绪。毕竟从小到大，他跟蕾蕾在一块的时间，应该比你都长吧？他不小了，他得自己学会懂道理、明是非。没有谁能护他一辈子。他才10岁。不是谁都像你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这不是蕾蕾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这一问才知道，都1岁多了。徐老师，你好，小乐妈妈，小乐身体好点了吗？小乐，他怎么了？你早上不是给我发讯息说他身体不舒服，给他请假了吗？我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哎呀，那孩子干嘛去了？他没来学校。他没来学校，我早上把他送去学校的。那我赶紧回家看看。好好好。啊，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有吗？蕾蕾家没有，我家也没有。小乐，昨天不是刚吃过吗？快！我问一下，你看到这小孩吗？你有见过这孩子吗？子浩妈妈，小乐今天有跟子浩联系过吗？没事，谢谢。吃个东西。小乐会不会出事啊？不会的，别瞎想了，好吧？哎，
他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哎，先喝口水，来喝口水。龙会合。谁让你离家出走的？我跟你说过，这种坏事我不许这么干。行了行了，找着打他干嘛？你也是，你给我吓死我们了，知道吗？赶紧道个歉。跟我道歉什么用？偷东西、撒谎、旷课，你看看你现在，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这样了，知道吗？你们今天去给干妈办葬礼了，对不对？你早上穿着黑衣服，我爸现在也一身黑。你们都瞒着我。我们瞒着你的是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们不想让我再见到她。燕林，后面的事儿，拜托了。放心吧，叔叔。我怎么想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有没有犯错。我就是撒谎、旷课、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现在这样。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跟我上车回家。颜良，你让他晚上住我那儿吧。奶奶亏空的那些财物，卖掉房子和车，该还的差不多。好，我们钱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我们再也不想过去了，省得伤心。你要是舍不得，咱就把它留下来。我过了试用期了，每年工资还能涨，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有我在呢，咱俩一个亲妈一个干妈都这么优秀，我就不家里养不活一个小孩，是不是？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她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嗯。
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嗯，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我今天加班。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没有。哎，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儿还能拿回。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行，你别太着急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这些都有发票的。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仿品？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那这个小马呢？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也是仿品。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李警官。严老师，什么事儿？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雷雷父母了。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啊？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雷雷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警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不是，
严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雷雷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雷雷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啊。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都是小夏买了，让雷雷寄给我们的。那夏意和雷雷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怎么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雷雷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谢谢你用心了，不过没来得及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胖，胡所的演讲稿写完没？快点啊，催了。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胡所，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雷雷通话。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那这汽车包我都查了，这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员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我又查了一遍和雷雷的聊天记录，他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你这都出来5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来找我妈呀？你瞎说什么啊？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打游戏？就是这个。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哎，怎么了？干爹把账号注销了，
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东 A 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夏意之人。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警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的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抱歉啊。喂。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片给你发过去啊。张宇。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妹妹。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该。麻烦你了。没事。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我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你看了没？谁？夏意。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查？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好，挂了啊。简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个周兴盛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兴盛？对，就是他。里海商业银行红酒拍卖会，简雷雷确实在。你好，您是这儿老板吗？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的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你这图差点意思，没见过。哎，毛人，雨胖，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号。行。
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闻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梦里人。李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刘总，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好，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见。不是你们干嘛吃了？怎么还没轰走啊？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真的不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你说的这个简雷雷，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我就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儿添乱。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住嘴！怎么回事啊？可心，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不是，没有，甭理他，有病！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对不起，他脾气不好。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他是谁啊？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可好了，是吧？怎么不上去啊？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没事，你要想，在这说也行。怎么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我看看，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没有。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我结束啦，一会儿就回去了。好的。你好。
你是刘总太太吧？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啊？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不好意思，于小仙，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找我什么事啊？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这是？我最近啊，跟我同学什么的打听，问着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哪片区的？报告胡所，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那怎么不穿警服啊？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说事。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你跟这瞎点什么头？你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那你说，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同柱熟肉。你怎么知道？他未婚夫是叫夏意，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锌的。螃蟹叫同柱熟。头抬一点点。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然后呢？然后我打他了。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你为什么打我？打你？
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不喝的，你嫌弃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所以你就打了他。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王八蛋，我对不起他。多好一媳妇儿对不起他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真要和解？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的。对，是我们小许的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还有别的警察找过他呀？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2、3波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店，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邢师傅啊，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有啊。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啊。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哎，好。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这里边没有叫夏意的吗？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啊，行，啊，谢谢您啊，哎，谢谢您，慢走。然后之后咱留个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我。好啊，好，来，给我电话，你自己。好，我记下一下，来。妈，我好想你。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我梦到他了。哎，小夏，你来了。小夏来了。阿姨，干爹， 57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雷雷，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小乐，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1、2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万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1、2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好看啊！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镶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那些腐活客户的眼。讨厌，买单了。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啊？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照片？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说，雷雷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她的过去。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雷雷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提到的全是你们，不是吗？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
我会的。师傅，你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入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邑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你自己分内的事干完了吗？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的。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李哥，胡所让你帮他跑一趟，说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你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哎，你这种事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介绍信给你开好了，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师傅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不是这个彭西利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啊，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了。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师傅，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捡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捡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这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呀，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什么夏邑了，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快被他。别给我丢脸。你们看这个案子，符合咱们这种新型的电
典型诈骗模式，我觉得可以并案处理了。人到了。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蔡志宇，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利碧荣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汇率的走势，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了算。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屈才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利碧荣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呀，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1天2天了，也不是1个案子2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彭鑫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还没找到，但是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鑫李派。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好，我现在就去。叶老师好。哎，银玲，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我拿了处分，凭职称不给过，能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没那么严重。你呀，就是不知道轻重。
万一没评上，影响你续聘呢？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我会接着查。蕾蕾，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只是要告别吗？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你说，蕾蕾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你借了多少钱？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10万。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
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姐，可心，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我不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2个人。爸爸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别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嗯。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10年了吧？啊，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来，尝尝这个。你评职称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2级学院的院长，未必说话那么管用。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周密啊！啊，师兄久等啦。没有，刚到。来，上车。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想你了不行吗？行，可这说服不了我。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师妹严玲吗？记得。那个被正房女儿打上门的校花吗？嗯。找上你了？什么呀？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不帮。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你就不帮？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站他的边儿。开车。哎，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我自己交车。走，我带你吃火锅去。我听说啊，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开车。好嘞。是严老师吧？哎，周律已经在里面等着。好，谢谢。身上还有伤吗？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这次没有。医疗记录呢？之前有。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我不想这样。周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他上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嗯。进来。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项目金。嗯。这是周律师聘用委托书，你看看，同意的话可以签字。谢谢师姐。那这个律师费我们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哦。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
的面部比较饱满哈，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抽脂就可以了。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夹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明白。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过吗？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画着玩也像。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的。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就算他整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女照样给他画出来。行了，别评了。拿。小王八蛋，我让你躲。然后呢？嗯？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玲姐说她今天有事儿。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你核对一下。抱歉啊，我这儿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没事，你坐。喝点水吧。来，喝点水。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啊？哦，玲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看，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做要挟他的工具，所以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按保证书上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他打了我，那不就是真实的情况吗？我记得，如果律师和客户签订了委托协议，那律师就有义务保密。基于热忱辩护的原则，如果法庭质证委托人一意孤行，那就由委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
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谢谢。保重吧。谢谢你和周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别客气，谢谢啊。你回去，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养身体啊。他肯定会怪我的，不听老人言，什么在眼前。嗨，当妈妈的嘛，肯定都容易这么说。但你要相信，他们肯定是爱孩子的，尤其是她都要当外婆了。谢谢姐，你要是我亲姐就好。宝宝生下来记得给我发照片。那我走了，一路平安。难怪。哎，你们那天那个，哦，同志啊，有事啊？你怎么有这个？一模一样，你看。跟我走。去哪儿啊？专案组管不管饭？管。哦。哎，那我所里边那个饭卡在专案组能不能用啊？用不了。哦。没事。在干嘛呢？刚吃完饭。哎，你架着呀，你这。在玩游戏对不对？我又没有要说你，干嘛那么紧张？是新出游戏，我跟我爸都等了好几天了，我们俩特搭。听爸爸话啊！我到家了，我先挂了。哎。罗医生，我到家了。慧东，你谁？干嘛？家里还有别人吗？啊？有。人呢？出来！屋里的人出来！刘平啊！你想干嘛？我报警了！你敢报警？报警！啊！你敢报警？说，那人呢？啊！你把于可欣藏哪儿了？他回澳洲去找他妈妈了。放屁！什么澳洲啊？什么他妈妈呀？你们都在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骗你什么了？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亲眼看到他走进去的。你冷静好吗？别冲动，把刀放下，好不好？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他不可
可能骗你啊！放屁！什么孩子呀，全是假的！我连自己有没有过孩子都不知道。哎呀！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搬出去了。前些日子物业打电话说，房子厕所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那我就找人修啊，可是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号码是空号，一查，他把号码给注销了，所以我就赶回家呀。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出去了，就留了把钥匙在物业那，说是为了卖房子。这也正常，他可能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后来我就发现了这。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苯二氮卓类强效镇静催眠药物，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俗称氰化粉诱奸片，和酒精混合效力更强。看这个包装，可能是国外非法流入的。欣欣，帮我倒点水来。欣欣。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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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一个假的家暴现场？那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医生也说了，说吃了这个药，吃完就倒，一点行动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打人呢？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她还怀着孕呢。她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后来我去妇产医院查过。黎海市所有的妇产医院、妇产科都没有他任何的就诊记录和建档资料。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2个人。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这也太荒谬了。他来找我。是想管我借钱出去躲几天。他说，他所有钱都在你那儿。我看过他的微博，他挺有钱的，还有房子呢。他把微博都删了。后来我去过那个所谓的家找过他，他说是他妈妈给他买的。但实际上，那房子是租的，只租了2个多月。结婚后，从来都是我给他钱，他没有1分钱放在我这儿。纹身，我是因为纹身找到你的。他说你为了他，纹了那个纹身。你是不是知道他借过裸贷？什么裸贷呀？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这个，刘平，你恶不恶心？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不是，欣欣，你听我说，欣，别碰我！不是，欣，你，哎呀，我这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叫了几个同事，加班的同事，有男有女。那女同事就一定是好人吗？啊，如果你们俩之间真没有什么，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她的头发？我也不知道嘛，不知道。欣，你消消气儿嘛，哎呦，手机啊，手机，我手机，给。
我现在就给你同事打电话，我一个一个的打，我一个一个问得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欣欣，我求你了，你消消气儿，这真的，咱们都结婚了，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是吗？那你发誓啊！我发誓，我刘平，我发誓，那个你是都发不明白，光凭一张嘴就行了，我凭什么信你？我问你怎么向我证明？欣欣，你消消气儿。欣欣，咱们别生气了嘛。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别生气了，不求证明啊。那你去纹身。纹身？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要是有哪个女的看到了你这个图案，我就咒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欣欣，你不同意啊？不是，我想教你纹身，就是想证明你爱我，你只属于我一个人。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你好，李警官在吗？您是哪位？哦，我叫严玲，我是他原来一个案子里当事人的朋友，我现在有些情况想跟他说一下。他人都走了，去省厅了。他走了？专案组保密，联系不上。别干嘛呀？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续。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又是他的身份证，还拍了那张照片。他说他心疼我。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你是真的很忙，我看得出来。你没事吧？都是我的错，我简直跟吃了迷魂药一样。这于可欣说什么我都相信。这个于可欣似乎对你很了解，所有的点都打在你的软肋上。童年就失去父亲，和李长宁一样遇人不淑，都曾经被伤害得很可怜。他说纹身是因为裸贷，和夏意说蕾蕾是同样的理由，我就这么相信了。我竟然没有去怀疑，也许他们都是骗子呢。他们会不会认识啊？夏意是之前蕾蕾的男朋友，蕾蕾一定有跟他提过你。他们互通了讯息，把你会产生怀疑的漏洞全部补上了，同时利用了你的内疚，因为你还处在失去蕾蕾的悲伤和自责中，所以更容易去相信，有假扮类似遭遇的于可欣啊。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相信蕾蕾会去纹身去借裸贷？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背叛了蕾蕾？我怎么可以这么去怀疑蕾蕾？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啊！少喝一点，喝醉解决不了问题。挺好，我们是人，犯糊涂犯错是我们的出场配置。更何况，这个骗局是他们为你量身定制，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保证不被骗。你不要这样责怪自己。你像个女超人一样，拼尽全力的保护李长宁、原野，甚至是这个于可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你好朋友的自杀归咎到了自己身上，你想努力弥补没有帮助到蕾蕾的遗憾。总是拯救他人的人，其实是在拯救自己。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我总觉得你在潜意识中很渴望，在自己跌落谷底、痛苦不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对你伸出援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我会在。你爸爸现在看见你这样，肯定很难过，他比你还要难过。你还有我呢，颜良，你还有我呢，你还有我呢，颜良。蕾蕾，你放心，这事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一定会还你清。这个眼睛和章鱼的纹身图案好漂亮。他知道这个纹身。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
你从哪儿知道这个图案的？你看到我的留言，请一定回复我。对不起，对不起，学姐，是我太轻信了。我把一个骗子介绍给了你们，我现在就想能够找到这个郁可欣，这样不仅能给刘平个说法，也能帮我朋友找到骗他那个人。我曾经跟你说过，郁可欣看起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她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但她是我的委托人，她提供的所有情况我必须保密。哪怕在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之后，我仍要保密，这是法律规定。我知道，那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他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除非刘平可以证明家暴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可以证明郁可欣结婚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婚分财产，否则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可以在法律上追究他。可他明明就……周律师，郁可欣她做的这么漂亮，一看就是个老手，她一定还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会有其他人受害的。给你们普及个法律常识吧，你们知道离婚对保险是怎么分割的吗？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夫妻离婚后，身份关系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对保单做出变更。你的意思是，他们购买了保险，在财产分割时对受益人做了变更？关于客户的隐私，我无可奉告。就是这个，这就是那家保险公司，当时是他拿来的广告宣传。他说他是这个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我呢是受益人。说将来有个病有个灾了，还能给我留下笔钱。虽然这保险钱是我出的，但是我当时特感动。那你还记得离婚时这个保险是怎么做的分割吗？没分割呀，钱都给他了。虽然他律师说了，说我有权利拿回这个收益金的50%，但是我没要。但变更受益人还得你亲自签字吧？是我，可是我当时哪有心情啊？说实话，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直接签了。对了，他说过，说保险受益人想变成他妈妈。哎，那他妈妈的信息你有吗？那保险经纪人呢？你认识吗？这都是郁可欣一手操办的呀。我在签字的时候好像见过经理人一面。不对呀，这周律，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提起这件事情啊。严老师，你演技怎么样？什么？欢迎拨打安宁财产保险客服电话，请您稍等，正在为您连接。824号话语员为您服务。您好，谢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我叫郁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证件号码是7452011
198904178562。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好。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明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啊，对对对。哎，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6-0513-8932。啊，好的好的，谢谢啊。哎，挂了。于明杰，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不知道，完全不认识啊。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级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里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又名菜菜，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2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新立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邑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西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没走啊，汪汪队。不好意思，吵醒了啊。你刚叫我什么？汪汪队啊。开玩笑，我们不认。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你出警，汪汪队，汪汪队，只要遇到麻烦，BGM。好笑吗？还行，我觉得。我笑了吗？你来干嘛？我想到点线索。什么线索？就是你，那个。说呀。不是，你看啊，
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曦同一个班机的所有人名单。就这么多，都给那菜菜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呢。白激动，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结果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是啊。啊？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特别惊喜的看着我说：“哦，难怪，什么意思？”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了，人各有所长嘛。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曦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今天就在这儿。好好的，咱们加个班，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好。你这么感兴趣啊？要不要闻一个？你想让我闻？为什么？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很好奇啊，要不要闻一个啊？你先告诉我，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纹身？这么小的纹身算什么？姐身上比你这个大的多的是。你想看吗？照片是我，满意吗？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加个微信吧。吃饭不能看手机。我在工作。妈，你有点不对劲。我怎么了？你之前都不怎么看手机了。我不跟你说嘛，我在工作。快吃，我们要出发了，来不及。我先去健身了，晚一点要开会。开什么会啊？开会也不影响我约你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水。哦。哈哈，保密。那么神秘。在干什么？该不会网恋了吧？你胡说什么？我在工作。你快去拿书包，我一会儿就来啊。但是我很想知道呀，可以告诉我吗？我要忙了，妖精姐，我要健身喽。看我最近练的成果，来跟我比比。
乐乐，你坐好，这样做不安全。哎，乐乐，你知道“积绩”是什么意思吗 ？Good game， 是在夸我游戏玩得好吗？是嘲讽。我这次考试肯定GG了，代表我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你问这个干嘛？我好奇。拜拜。上课注意听讲啊。我练完了，妍嘞，我带你一起练呢。怎么不回微信啊？鸡鸡。也确实要鸡鸡了，姐也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练？咱俩比一比。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Eric， 你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偶尔换个口味嘛。你很喜欢纹身啊？你喜欢开放的类型？我都喜欢。哎，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的？他们都说是美杜莎之眼，那你怎么知道上面缠着的是章鱼的触角？睡完了，告诉我。哎，那图案谁给你的？啊，你为什么想让我纹那个纹身呢？你别着急啊，慢慢来，脱完告诉你。别着急，别着急呀，你先告诉我呀。那你脱。你别着急，我自己来，我自己脱。你说。哎，你说呀，你不说告诉我吗？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睡完告诉你。不，你先说，你先说呀，你别等，你先说了我再。妈，啥儿子？你得来送我上学了。嗯。我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啊？还是没人接。我妈到底忙什么呢？昨晚说有事出去玩，到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我觉得他就是学校有事儿，然后那个你放心吧啊，你就好好上学啊。他是大人，他是不会有事儿的，好不好？去。来。别！喂，啊，我是。派出所。以后也提高安全意识啊！这种误会不能再有。大学老师呢？检查下物品，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收拾下可以走了。不是什么情况？你穿成这样干嘛呀？我真服了！你说刚才一接电话说你在派出所，我以为怎么了呢？你说你一个人夜不归宿，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就跑出去跟人约。你瞎说什么？我约什么了？那你这是干嘛呢？我一直被他们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我不想放弃。这儿，不是，等会儿，什么线索？纹身啊！要不是警察那时候来临检，我想他肯定都问出来了。你说。说呀！说完再告诉我。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你先说，说完，别着急啊！你先说。说完告诉你。不，你先说。你先说。开门！这样排查。把门打开。我真是服你了，就为了去找一个纹身的线索，就能自己打扮成这样跟人去约会。这是我能找到唯一的线索。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兜里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我就是以防万一，我只是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什么万一？就是10万、100万分之一也不能这么干。哎呀，我这不是。昨晚吃亏没有啊？不说了吗？关键时候警察来了。你说你冒这么大风险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查着，值吗？也没有完全白忙活。在他衣服口袋里看到了这个。哎，老卢，就这儿。这不是22号吗？22号，对。老板娘，你好，我想跟你问个人，这人你见过吗？不认识，西装笔挺的不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老板娘，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个脸你熟不熟？有点像那个老李，来看，这个人像不像那个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那个？是好像有点像啊。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吗？这我们哪知道啊，都是顾客。老板，哎，一份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Eric， 别跑 ，Eric， 你站住 ，Eric， 你别跑 ，Eric， 别跑！啊，张扬楚吗？张扬楚，哎，欠钱不还，你往哪跑啊你？
我不是不还，是太高了。当初没人逼着你借钱，收手还钱。你这都手机收了，看看身上有没有。当半天的利息啊！你们这是抢劫，是犯法的。行，找事是吧？美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报警。不，别，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警察一会儿来了，你们还得解释，要不然今天算了，好吧？来，你没事吧？没事吧，兄弟？这。别动，你这刚才跑的不挺猛的吗？这玩意儿怕疼。你借了很多钱，和那个纹身有关吗？哎，别动！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是想像别人一样，可以谈一次恋爱。情感操控大师，终极情魔。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雪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门教你们提高情商和把妹技巧的学问。无论你想终结母胎单身，追上心仪女神，还是想游戏花丛做集邮大师，浪客独创的巅峰情感操控术，都能让你们轻松实现。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吗？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她们当作是游戏里的 NPC， 顶多是个小 boss。你们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大胸美女或者小萝莉会紧张吗？当然不会了。没错。把妹就是一场游戏，你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投其所好，做个连连看，什么样的姑娘都能分分钟拿下。哎呦，这不就是教人谈恋爱吗？有必要搞这么邪乎吗？我借钱交了学费，进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就是你学完低阶还有高阶。高阶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当导师，然后再带学员。但是我到最后都没能提成功。啥？踢什么？哎，就是推倒，就是上床嘛。还有专有名词。这上面写了，你看，发生关系之后，女孩的心理防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再进一步在精神上操控对方。那个纹身呢？那个是最高阶的课，叫纹身烙印。纹身烙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靠学来的东西，让女孩子纹上那个眼睛的纹身，然后拍视频交作业。交了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还可以把之前一部分学费当奖学金退给我。你们这也太龌龊了！这刚才就应该报警抓你。别报警啊！你不愿意作证吗？我就是学怎么拍拖这犯法吗？什么就不犯法？他说的没错，这上面。只有教人搭讪的技巧，没有犯法，警察不会管的。你不说磊磊身上有纹了吗？那他们这里也有，那我们现在找的不就是这个吗？哎，
这上面写着5步陷阱，是什么意思？我就学了前面2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哎，喂，你好，我想问这个浪客独家情感课程怎么报名啊？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们电话？我在我弟的房间里看到的，我挺感兴趣的，想来学学。我们这期不招收女学员。那男学员呢？哈军。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在为你们做的第一个改变，打造人设。我感觉都不像我了。当然是你喽，只是把你隐藏的那一面凸显出来而已。下一个轩，大家都知道，大轩只是一个修理工，通过我们的打造，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第一印象决定对方是否有兴趣继续了解你。你是个狗不理的穷鬼，还是天下女人疯抢的雄性领袖，全都写在你的展示面里。他们会从第一印象开始就判断你展示出来的供养价值能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财富安全感。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让她对你百依百顺。哎呦，你吓我一跳！染头发了？不是，你怎么突然来了？今天周一，我调休。哎，你挺忙啊，最近都不见人。对，我这，哎呦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儿留守呢。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忘约你了。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这儿，他说这会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是颜色没调好。编，继续。没有啊。我再给你次机会。怎么回事儿？就是染大发劲儿了。参加第2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6边形审判系统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
种分为2大类 ：R 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她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 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她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他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他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用于对付 A 级女玩家、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用于对付 C 级乖乖女、D 级保守女。吟游诗人秒杀全场。你好。嗨。嗨，你好。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她们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在这突然碰到，同时有霸总的强势，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加个联络方式。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我们的学员有过第1天认识、第3天推倒的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你扫我吧。好。哎，那个我在外边呢。外边是哪儿？而且我问的是你在干嘛？我就在那个步行街这儿，我陪小乐来买点东西。买东西怎么不叫我一起啊？那个，没事，你俩还没吃晚饭的吧？要不我现在过来找你吧？别，你别过来了，我们马上买完就回去了。卢一峰，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干嘛？你知道我最讨厌撒谎的男人了。不是，我没有。我相信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哎，我真没骗你，我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喂？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5步陷阱法。1号坑，好奇陷阱，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比如对乖乖女，最近好吗？又梦见你，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宁宁，你在吗？好有病吧？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单纯。你来这干什么？那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我没兴趣。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点半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给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
2号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你信里的故事都是真的。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明知道他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他，还非要和他在一起。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所以他捅了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就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瞧我的小可怜啊，还在情伤里呢。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你们最期待的群体推倒，就在今晚。大轩用赛之手慕容百川的虚拟身份加了128个妹子微信，跟其中52个聊天，超过了10个回合。咱们今晚各位的任务就是协助大轩把约出来的妹子提地，拿下一圈。谢谢，说说你们自己都是谁？我是慕容的好兄弟叶神，也是个赛车手。我是一个导演，想以慕容为原型拍电影。我是慕容团队的营养师。我是慕容的造型师文文。我那个慕容的律师。可是，你想说什么？慕容百川，夜神，名字是不是太假了？知道为什么电话诈骗的骗子都有口音吗？听到方言就提高警惕的人，他就不容易那么上当。这是智商的反向筛选。这么浮夸的剧本，都相信的姑娘推导起来岂不容易很多？老师高明。啊，对了，文文老师啊，是咱们的僚机，有个女孩在，对方更容易放松警惕，卸下防备。大轩说了，这次来的妹子经验不怎么丰富，大概率会让朋友陪着一起来。哎，来了。你好，小姨是吧？坐这儿。第一，目标隔离，要切断他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他只能依赖你。发现你长得真好看。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来。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慕容哥，
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头。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对呀，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慕容哥，你也太绅士了吧！人家女孩子都豁出去了，你还不赶紧呢？就是，看，快呀！快撕！快点！快撕！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嗯。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啊。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还没到交那步作业的时候呢。哦。你看一眼这个，这是现在最新的课。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第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他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U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嗯。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这马上就4、5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那不知道害多少人呢。刘平说他找到郁可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绕了半天找不到。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的这么正式啊？太有气了，像个新郎官。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穿的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是。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喝咖啡。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有事儿？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前夫？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这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妈妈，妈妈，小杰，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还给送个惊喜。这孩子是……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你们先解决吧，啊！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给他买块蛋糕。好嘞。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有人吗？有人吗？宝贝儿，回家了。哎，你谁呀？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什么 PUA？ 听不懂。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啦。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骗？刘平，我骗你什么了？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
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嘛，如果报警有用的话。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填写一个保证书。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所以你就打了他？所以我是个王八蛋吧我。这种药呢，属于国家2类精神管制药，俗称氰化粉诱奸片。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我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到底要干嘛？我想找到夏意。你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傅了。主要他太好骗了，是大学老师，这是小品的幽默。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干的，不厉害吧 ？Nice！ 哎，你不用变身啊！剩最后一个，打他，跟上！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慢点。于可欣，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蕾蕾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如果在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你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大轩，你进步的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再接再厉，好不好？好。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习学习。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
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去处理一下后事。行了，下不为例。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强哥，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厉害！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导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他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他需要再。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一夜风流不难，但这有意思吗？没有。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5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到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一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我同意。王队，哎，吃饭呢，楠姐。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和老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有话直说。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2年。走了300公里，他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说人话。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有点意思。你继续。夏邑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邑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邑。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那把夏邑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鲁班？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邑，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是。吃了吗？嗯，吃过了。哦，
行，那我去帮你溜个忙。手机。哎，来了！谁呀？哎，你是不是不方便啊？别，方便，我锻炼的，你进来。哦。哎，快坐。哎，怎么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意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意啊？于可欣说，夏意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不是，那他跟蕾蕾一样也是受害者？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意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竞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竞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对，这我知道。老卢啊，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哎呀，不是，我不知道芳芳在。不是芳芳。哎呀，不是芳芳。不是，那个他是那个。你也太快学坏了吧？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我看什么？我走了。哎，你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你这种事还让我看？我跟哪种事？我没那么我说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了，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啊？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张耀祖还用找我吗？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我有一个办法。哎，你这，哎呀，别，哎，你就快穿。老罗，你看我。我看不了，我这有家室的人。你看我。阿烟，画的。你疯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蕾蕾，一定要还她清白。你这，不是你这，你说我，哎呀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那，要不然呢？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哎，包，啊，手机。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迟到了。哎，第几次了？刚下班，刚下班，又刚下班，刚下班。想坐哪儿？我都可以。哎，我就在那个坐啊，人都让坐，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纳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劲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4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老枪啊，你可以呀！对呀，害呀，害什么羞啊？老枪害羞了。之所以老枪是第1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100%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不小不错呀，好多呀！请客，晚上找个好点的场子请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5部陷阱法之第5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炸区，专属烙印，自杀果粒。上视频。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我没有。不要狡辩。对不起。又说对不起，老公。对不起，老公。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有。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对了，老公，能不能不拍脸？想你的时候，我当然要看到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没有，我只是……你是觉得我会把视频给别人看？哦，觉得我是一个变态？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就对了，好美。看呀，老乡，精彩的来了，精彩的。是必须的呀，这都行。老强，嘛呢？快开门！来了。哎，嘛呢你？去！太刺激了，这个，
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找什么呀？我的笔呢？这儿呢。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哎！队长！山靠他。是不是？哎，我是卧底，老弟，别动。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过奖了，谢谢。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万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编剧。我没听懂。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就是找乐，不干别的。还能干什么呀？你觉着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个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课，就这样。是吗？嗯。认识吗？没戴眼镜，看不清。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行，今天先到这儿吧。不是了，我一直没有。抓着了，嘘。
警官，怎么不审了呢？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谁？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到。走。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熙立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猪。肯定的，简经理，谢谢。哎呦，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没事没事。哎，你叫简雷雷？啊，对。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夏妍妍，真的假的？夏意，很高兴认识你。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6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破例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妞，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不到2年，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1对1的见面，只要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简雷雷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啊，算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值班。你知道我进专案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吗？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被人骗了15万，就在我眼前从桥上跳下来了。她在死之前还给骗她的那个男的打电话，问爱不爱他。猪，在那些骗子的眼里，他们都不配拥有性命。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比那些骗子更冷静，更冷酷。明白。行，走吧，夏意还等着呢。哎，严玲和卢一峰提供的线索有什么新进展吗？那于可欣说，夏意有可能
下周回国。好。对呀，我说的不是下周这。跟着呢，跟着呢。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误了你的船。放心吧，这不有你吗？哎，魏爷今天晚上是跟你们一起回来吗？是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魏爷，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吗？放心吧，放心吧，回去就给你带上。我怕你的链接好吧？我这2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我们申请开始正式人民法院。只能一个人去下月子，医生叫我住院，然后我就保不住了，千万别跟别人说。亲爱的，咱俩这个投资赚钱了，我就能嫁给你了。谢谢你帮我凑够给我妈的彩礼钱。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别打了！没有，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知道错了，让他们别打我。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不报警了，我不跑了，我不报警了。飞爷，老师，魏爷说准备出发了。知道了。魏爷，二哥。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我帮你以后再不犯错了，好不好？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这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离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我这里之前也没有见面的限定率很高，见面率大家积极出来见面。哎，是我。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没有啊，就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他说肯定是会严格封存，但是就是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但是这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你跟芳芳联系了吗？没有。对不起啊。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就算不是为了你，不为了蕾蕾，这作为一个男的，我也不能看着这帮玩意儿就这么霍霍小姑娘。老卢啊，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啊，拜拜。
到哪了？应该快到了，已经过界碑了。二哥，来。什么走漏风声？李可欣这个贱人！给我打！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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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胖子，你怎么样？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谢谢。大夫走你就走啊？也太冷血了吧！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慢点，慢点。啊，哎呀，不及格咋了？起码够厚吧？要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疼不疼？麻药劲儿过了，有点疼了。谢谢啊。嗯。谢谢。不客气。王队，你这谢光嘴上说可不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啊。什么行动？你可别得寸进尺啊！李火生，让我审。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黄桃罐头。行。烤串、火锅、冰可乐、炸鸡、炸。点上了是吧？我让爹，你问我干嘛？反诈士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试点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近日，我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榨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
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发，以恋爱为幌子，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PUA 话术培训，进行情感操控。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 TD 的数量，就是 TD 就是推导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这个推导的数量作为他们的战绩，甚至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导的过程拍成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的，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去找相关机构去了解一下。姐，抓到夏意了，我去。蕾蕾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蕾蕾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蕾蕾救了我。但在蕾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她。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蕾蕾她没有怪你，她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她会感到安心的。我警告你们啊！我是一个帕昂人，我要求你们立刻通知帕昂领事馆。领事馆的人不来，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条规定，外籍人士凡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活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法。你是觉得你够特别啊？你想让我怎么称呼你？夏意、彭熙立派，还是林火生啊？林火生是中国户籍登记上的名字，彭熙立派是整容后在帕昂的名字，夏意是对外诈骗的化名，对吧？银行流水。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他从客户账户里边转出的第一笔50万，是用现金在柜台提取的。1天以后，你林火生的银行账户里就多了50万现金存入。你这个套路，你真是玩的炉火纯青啊！跟简蕾蕾谈恋爱，先送她假奢侈品，然后就提借现金。通常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很难拒绝你吧？然后，你再用小额转账方式分次还他一点钱，建立信任，为之后借更大的做铺垫。同时，还能留下转账记录，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在找你借钱。我说的对吧？那都是他自愿的。
我也没办法呀。谁让他跟我睡了几次就爱上我了？喜欢吗？喜欢。哎。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谢谢你答应我。我是万万没想到，都快要结婚了，你居然能这么的不信任。老公，我当然相信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抵出去来支持你啊。但是你那个投资真的一直在亏损，你要是需要项目，我银行还有几个客户。你别跟我提你那些客户啊！你搔首弄姿，你赔笑赔出来的客户，那叫客户吗？你怎么会这么想？是你他妈逼着我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钱蕾蕾，你不要以为你在银行工作就可以对我的投资指手画脚。老子经过手的钱，你他妈这辈子你都没见过。不会，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那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没有。我这么努力，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想向我父母证明，没有他们，我也可以挣到钱；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娶到我心爱的女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去见他们相中的那些跟我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你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一样不相信。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怎么？这是怎么弄的？妈妈，你觉得，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朝你借钱吗？你就把你借回去吧。都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呀，我赌上了我的全部，甚至快要赌上了我的这条命。可是你呢，简蕾蕾？你为咱们这个家你做什么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老公，你别走！老公，你别走！我求求你了，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你别走，我一定会想到办法。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再说了，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啊，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所以你为了从简蕾蕾身上榨更多的钱，你就发他你之前拍他的私密视频，持续勒索、威胁他。不给钱就曝光视频，直到最后把他逼死。简蕾蕾自杀以后，本来我是打算一走了之的，就他妈听了于可欣那个贱人的话，配合他演戏，不然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不能撤，他们盯上你了，先反击。反击什么呀？赶紧跑吧我！你跑了我就欠了吗？我说什么来着？不跑就得死，完蛋了吧这回？怂货，你跟以前一个德行，出了事就知道跑，一点没长进。谢岩那个女的说这纹身找到我了，你不应招，咱俩都得死。
发明的这套混蛋的 PUA 理论吗？整个电信诈骗集团都是在你这份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你够呛吗？不是，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就是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我交给了贝爷。继续施压。向老实交代。欧阳坤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你林火生提供的。不是我，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叫先生的人分享的。什么？先生？绷住，别看我，继续问，查一下。继续。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希腊的什么妖怪啊？对，就叫美杜莎。然后我也学着他那个头像弄了一个，但是又怕别人说我这头像没有原创性，我就在他那个头像上的蛇给改成了一个大章鱼。没找到网页。你以为随便编个打不开的网站虚拟个人物就能顶罪？我没编，有那个网站，原来那个网站特别火，好多人都说拜这个先生为师。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先生就突然消失了，然后这个论坛和网站也就都关了。就好多人就说这个先生是不是出事儿了？差不多了。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不是，哥们儿，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好吧？哎，你别走啊！真的不是，哎，我跟你说，那个网站我都有截图，你们可以自己看，真的。我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联合临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历经数月连续奋战，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18特大新型电信诈骗案，抓获包括团伙头目何某兄弟、高管林某某、欧某某等人在内的犯罪嫌疑人王浩颖同志，银行卡277张，串并全国案件500余起，涉案金额1亿6000余万元。祝贺你。李峰同志，我其实巨紧张，我个腿一直打哆嗦。我看到了。那我回去之后还能再回来找你们？啊？不是，我是觉得夏意说那个先生不太像是编的，你觉得呢？啊，他的那个网站截图我看了，林火生诡计多端，肯定是伪造的截图，等东窗事发的时候为自己开罪。你还真别说我瞧不起他，哎，就凭他那初中还没毕业的文凭，他能编出那什么hexagram 6边形。对 hex， 你看连我都不会念，他要能编出这玩意儿，我把另外一只胳膊我也卸下来给他。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发布的那些内容惊世骇俗夺人眼球，但不算淫秽内容，顶多算那个先生品格不够高尚，法律都管不了他。况且那个论坛早就关了。也是，但他那个白鼠实验日记里边写的自杀那些女孩呢？啊，那个我也看过，内容查无对证。就算那个先生是真的，就算我们找到他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李警官，胡总，师傅，今天我给独臂大侠当司机。哟，我都有这待遇了。那我走了。可以。什么可以？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来找我。好。二等功师傅，继续努力。好好，这种符合入党，快上车吧你。光光对谁打工？